哦吼，完了完了，挖机卸车了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今天要大家看一下陈师傅到底是怎么卸车的啊！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，这3个鱼塘想必不用我说，大家也能够查到哪个鱼塘是我挖的，哪个鱼塘是别人挖的。嘿嘿，一把漏水的鱼塘基本上都是陈师傅的节奏。眼前这一个鱼塘呢，我给东家挖了还不到1年，鱼塘四周的堤坝呢，不是垮了就是漏水。左边那个别人挖的鱼塘呢，还是满满的水，而我挖的这个鱼塘呢，漏的水都快见底了，更别说里面还有鱼了。发生这种情况呢，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东家能够再次选择让我来给他挖，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因为陈师傅比别人便宜一点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东家知道，便宜没好货。今天这个鱼塘，东家的精神是：第一个要把漏水的地方堵住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把那些垮掉的堤坝修复好，第3个呢，就是把鱼塘里面的淤泥清理干净。前面这2个都容易做到，主要是清这个淤泥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这些泥巴实在是太稀了，我挖到坡上它又流下来，完全就堆不稳。这么多的泥巴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堆，只能放在鱼塘四周的边坡上。我跟东家说要他叫个货车来，干脆把这些泥巴拉出去，但是东家怕发挥太大，有点舍不得，所以他就只要我把泥巴堆在坡上，能堆多少算多少。我觉得这样挖还不如别挖，估计还不要1年又要来挖一次。我用斗试探了一下前面的淤泥，感觉越来越深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前进呢也进不了，后退呢好像也回不去了，现在是进退两难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鱼塘到底该怎么挖了，但是挖机呢也总不能停着，毕竟岸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挖，要是被他们知道堂堂一个陈师傅竟然不会挖鱼塘，那就尴尬了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漏水的地方是这里，要用力把这里趴紧才行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趴这个边坡，我反反复复在这里趴了20分钟，上面还是有这么多人看着我，这下怎么办？快装不下去了，所以我想了想，我找个借口说有要紧的事，先溜了再说，然后把表弟叫过来让他来挖，就算他挖的不好，也没有人说我的技术不行，这样我的口碑就保住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马就打电话让表弟过来，然后我就准备开溜了。可万没想到，我还没走，表弟就把挖机卸住了。哎呀，这下我就不好找了，我就在上面指挥，教表弟怎么把挖机开出来。这么深的淤泥，想把挖机原路推回去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推土铲在前面，如果往回走的话，推土铲会突出泥巴，这样就会越陷越深，所以我就要表弟只能从这边开出来，把推土铲前面的泥巴清掉一些，然后再挖一些干土垫在下面，再用挖斗拖着挖机，这样就爬出来了。这鱼塘呢我是不会挖了，而表弟呢他也怕卸车，也不敢下去了，所以我就跟东家说，干脆这个鱼塘不挖了。东家这个不搞了不搞了，挖不得，这个泥巴太深了，挖机都差点卸住了啊！我不挖了啊，我回家了啊，东家。挖了半天跟没挖一样，最后我跟东家说，这个鱼塘干脆就这样算了，我都挖不了的鱼塘，别人更加不会挖，就只为旁边那一个有水的鱼塘算了。今天又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完了，下了雪挖机都爬不上去了。到底是干什么事情能够让陈师傅这么冷的天多跑出来干活？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做首诗：一场大雪美如画，本想吟诗震天下，奈何自己没文化，只能鹅活雪好大。好诗。今天接到一个上沙的活，我生怕这个事情被别人抢了，立马就想拖着挖机去干活，可没想到这个拖车打得我电瓶都没电了，都没有打着。然后我就立马联系了我的小伙伴，问他的拖车能不能够打着。当我亲眼所见他一把就把拖车发动起来了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他一个这么破的拖车竟然打着了。看来我也要去发个辣拖车才行。我们把拖车开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个坡就上不去了，我想下车，这个门竟然打不开，用脚踢也踢不开，还得要人从外面才能够把门打开，我也真的是服了。拖车开不上去，那我们就先把挖机开下来，还没有从拖车上开下来，就差一点把别人的电线关掉了。还好我一直在旁边提醒他，他才知道上面有根电线，
明知道旁边有一棵这么大的树，他门又不刮，树枝上面的雪呢就全部掉在了驾驶室里面，哈哈哈，真的是笑得我肚子痛。接下来他就想把拖车开上去再开挖机，可没想到开到一半，又滑下来了。然后我就开着挖机，他开着拖车，我推着他往前面走，才推了几米，我挖机竟然也打滑，还好我的手快，立马把挖斗挖到地上，这个拖车才保具没有撞到别人的墙上。接下来我跟小伙伴商量过后，决定还是把拖车先放下来，不用拖车了，直接开挖机上去算了。因为这台神钢挖机我没怎么开过，不熟练，所以还是让他来开。没想到才开几米又滑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小伙伴就有点不耐烦了，他说干脆不挖了，想拖着挖机回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这个事情最多1个小时就能做完，你拖挖机，等一下我来挖，1000连80，一人一半都有540。我要他听我的，开1-2米就把推土铲放下来，只要爬了这个坡，前面就问题不大了。结果这个办法还是不行，好不容易爬一半又滑下来了。后来我又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到旁边这户人家看有没有热水，只要把雪上面浇点热水，它就会融化，这样挖机就可以开上来了。和这个女主人说明情况后，她也很乐意帮助我们。我们好不容易接了1桶热水，结果我这个大兄弟他脚一滑，1桶热水全部倒地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。赶紧的再去提1桶。这一次提热水就吸取了刚才的经验，尽量找那些没有雪的地方。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1桶热水就被他一下就全抛出去了。这样下去不知道要提多少桶啊。然后房子的女主人又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她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根10多年的水管给我，要我们用这根水管直接到她龙头上面接水，这样就不要1桶1桶提了。可这根水管10多年了，根本就用不了。算了，还是1桶1桶提吧，也不知道提了多少桶，感觉应该是可以开上来了。然后我就要他试一下，结果还是开不上来，那就只能继续接水了。这个热水器从48度被我们接到22度，当我把水提出去的时候，它已经开上来了，它竟然是退着上来的。哎呀，早知道可以退着上来，我们就不要提这么多水了。看来以后做事还是要多动动脑筋啊。在树林里面又开了10多分钟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我们这个挖斗竟然垮了。费了这么多周折，辛辛苦苦把挖机开到山里面来，结果说挖机垮了，不要我们做，最后让人工挖。大家可想而知我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。最后东家呢也看我们辛苦了，他就说干脆要我们把这条路修一下。我和兄弟2个人轮流开这台挖机，差不多修了3个小时的路，刚好到吃午饭的时间，就帮他把路修好了。然后收工，先去东家家里面吃个饭。这旁边墙上面的话好有意思，桥头河的萝卜不放油，胯子夹起2头牛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话。我们桥头河的萝卜确实好吃，你们看前面种的多是萝卜，距离东家家里还有一段路程。然后我们开着车去东家家里面吃饭，吃了饭之后，东家给我们结了账。陈叔啊，当家的只给我500，还就1包烟，那我们1人250。1人250啊？那可以，好了，合作愉快啊！好样的啊！本以为1人1半可以挣540的，没想到只挣了250。今天又少挣了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喜欢陈师傅的，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